锅底烧糊了，最忌用钢丝球擦。今天教你一个简单的方法，只需要一瓶盖它，不用费劲擦拭，也能让锅焕然一新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美食彩味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我的这口不锈钢锅，锅底被烧焦的非常的严重。本来想煮碗米粥吃的，结果带娃带得起劲，一时忘记了。这显然是不能再吃了。看着都烦躁啊！总之，在厨房做饭，碰到一些突发状态呢，是在所难免的。毕竟有时候煮了耐久的菜品，都想着再去做点别的事情。遇到此情况时，一些人呢会往锅里面呢注入大量的清水，让其浸泡几个小时，以便软化污垢。尽管这种方法能够达到软化效果，但所需要等待的时间过长，显不太方便。我相信在工作和生活中，很多人呢经常会遇到把锅烧焦的情况，也会有人呢直接使用钢丝球来清洗锅子。过去我也是这样做的，如果锅子烧焦了，我就会用钢丝球来刷洗它。都说大力出奇迹，确实大力的搓洗确实能够将其搓洗掉。然而这样做久了，不仅会给锅子留下很多的划痕，还会破坏带有涂层的锅表面，特别是一些不粘锅，用钢丝球擦坏了，那就得不偿失了，这会影响到下次我们再次使用锅子。所以说呀，用钢丝球来刷洗锅底这个方法呢是不可取的。或许有的朋友呢会出现这种情况，就想着扔了算了，但是这样一口锅，好点的都要180块钱，直接扔掉也太可惜了吧。不得不说，您耐得住几次呢？自从我知道了这个神奇的小技巧之后呢，我也能轻松的清除锅子内部的黑垢了。其实需要用到的东西呢很简单，就是白醋。白醋是我们生活中最常用到的调味品，在炒菜过程中添加一些白醋的话，就可以起到增鲜去腥的目的。正是因为如此，所以很多家庭的厨房里都会有白醋的存在。但其实白醋除了能够用于调味之外呢，也可以运用到其他的地方，如软化污渍、去除异味等。白醋中呢含有着丰富的醋酸，而醋酸呢具有一定的杀菌、消毒和软化污渍的作用，所以白醋中醋酸含量越高，杀菌的效果呢也就越好。常见的白醋度数呢有3度、6度、9度等。一般5度以下的白醋呢常用来食用，5度以上的白醋呢就可以用来杀菌消毒、软化污渍了。度数越高，效果越好。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往里边呢加入白醋，千万不要舍不得加哦，要保证白醋的量把锅里面的所有黑垢呢都要完全的浸泡起来，千万不能让黑垢落在白醋的上面，宁愿多大一点一次合成，也不要几次的反复尝试。黑渍呢全部被覆盖后，我们拿起锅呢轻轻的晃动，让白醋将锅内部其他地方呢也进行浸泡。如果大家实在舍不得呢，购买时有袋装白醋的，可以选择袋装白醋，因为袋装白醋它的价格呢，比起我们的瓶装白醋呢要实惠很多，但起到的作用呢确实毫无差异。接下来放到灶台上，开火呢把锅里面的醋煮开，煮开后我们再用中小火煮6分钟以上，让锅里面的醋呢一直保持一个沸腾的状态。锅里面沸腾后，里面的白醋呢也会蒸发起来，这个时候锅底边上、锅盖上面的这些污渍啊也会得到软化。其实烧焦呢也有一个学名，叫食物的焦化，说的是食物在烹饪中变成了煤渣样的黑色物体。您或许知道，而这黑乎乎的东西主要成分呢就是碳，它在煮制过程中吸收了白醋，就能够被有效软化了。
因为白醋里面的醋酸的成分呢，可以软化污垢。本身烧焦的锅底胶质比较硬，加入白醋以后，就可以使污垢逐渐软化。加上一边加热，高温同样可以起到软化污垢的作用，更加快了软化的速度，从而方便我们来清洁。煮了6分钟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将火关掉了。这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明显的看到锅里面的水呢已经变得很浑浊了。这是因为粘在锅子上面的一些黑垢开始脱落的缘故。如果大家不急的话，我们可以将它静置一会儿，静置5到6分钟之后呢，再把脏水倒掉。我们可以用这种不刺激的百洁布来轻轻擦拭。这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到，原来紧紧贴在锅上的黑东西居然成片的脱落了。亲爱的家人们，觉得这个方法有用的话，就动动你发财的小手，点个赞收藏起来吧，说不定哪天呢就用到啦。精彩的生活小妙招，每天不断更新，关注我，让你的生活轻松又有趣。这个时候的铁锅锅底是非常好清洗的，只是轻轻一擦拭就能够使它焕然一新，不用费多大的力气就能够将这些脏东西完全去除。最后，我们用清水进行漂洗，或者是用流动清水冲洗干净即可。再把脏水倒掉，看一下，刚才被烧焦的那一口锅已经焕然一新了。您还记得它原来的样子吗？是不是有着巨大的差异呢？好啦，以上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如何清洗烧焦锅体的方法。掌握好以上的要点以后，就是把锅烧得再黑，也能把它清洗得光亮如新。关于更多清洗烧焦锅的方法，如果你那里有更好的建议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随心进行分享。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点赞转发，使更多的人能够关注到这些实时动态，于人方便，于己方便。期待与你再度相逢，一同探寻更多的社会真相。我是雅雅，那么我们下期再见。